注意哦，你有听过把申请了新青安买的房子哦拿去出租，结果被罚的案例吗？哦，还有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哦，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手上有一笔钱，该全款去买一间套房，还是就当头期款去缴房贷？哦，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哦，那今天我跟你讨论申请新青安房贷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拿去出租吗？哦。先说结论，不行哦，不行，因为这个是政府就提供给首购族一个降低买房负担的补贴，这本来就不是让你买来出租的，那如果是这样就不叫新青安嘛，叫新包租公安嘛之类的。好，我知道有很多人都想要动脑筋到这边那我是真的奉劝就不要了到时候你出租以后被房客弄。就他去报补助或是那个报税那银行当初给你的这些优惠都会直接拿回去这个是已经上新闻所以是真的开刀了之前有人被举报以后，银行把它怎样？把它贷款年限从40年变成20年，你自己看这个每个月你的负担会变多少？然后5年宽限期直接没有他就直接要开始缴这个本金加利息20年的他就直接爆掉那你也不要想说跟租客讲你不要报你不要报，我租你便宜不要报就没有事。你还有邻居呢，你还有大楼管理员呢人家要查根本不用问你或问你的租客，就直接问那个邻居跟管理员这个太好去抓现行了，你知道，所以你根本就躲不了所以你要知道，宁可不买也不要让自己危险我一直强调买房子自产这件事情它就是个稳健的投资行为稳健那你就是量力而为如果你手上的钱，你买这间房子日后缴贷款缴起来你会很吃力，那你就不要买或者你就换一间缴起来不会那么吃力的。你不要在那边算说我可以硬吃多少，或是用什么招式之后可以少缴多少什么什么的像我就有听过，我之前还拍过嘛，对不对？说什么这一对夫妻他们会先离婚。离婚之后一人一间新青安办下来之后再复婚这个再复婚会不会资格就被剥夺，这就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种结婚这种终身大事为了这个金融操作可以搞得好像家酒一样那我一样还是那个说法如果你买这间房子你缴起来你会太累那你就努力存钱如果觉得存得太慢，那你就是开发正当的副业你做 Uber 也很好你去跑熊猫跑拉拉木夫也很好你不要整天就想搞一些有的没的今天就算真的被你吃到了那要怎样？你要跟小孩子讲说这间房子是我偷吃政府的豆腐偷吃来的现在给你，这种话干嘛所以最后你要知道为什么一般的投资客都不会搞这些因为风险太高了我讲一般的投资客也不准就是有老经验的投资客那个老经验大量用人头那种不怕死爆了再来说，那就另当别论你看像我现在这个年纪我要买房自产，以我现在这年纪至少还会在房市打滚了20-30年。那我怎么会知道这20-30年政策会有什么变化？其实我们房地产政策改得很勤快呢，真的呢你看过去2年出台多少新的政策，你怎么敢未来30年然后你就对这一定会变的啦当初发现的漏洞都有机会被封起来甚至有可能会怎样溯及既往就像我们之前有聊过预售屋红单嘛，之前就很多投资客疯狂的炒房然后政府一个政策下来就不能转让它有限定时间7月1号以前的可以转让，突然这些东西就变成稀有珍品这样。好，这个还是政府网开一面给你有下车的时间所以很多人就有跑掉，然后预售屋市场就回归健康，至少现在还敢去买预售，真的就要把它办下来不能这样一直转约。但是如果下次没有嘞那你是不是就直接爆掉那今天我们就是按照政府的规定去行事就好就没事未来就算遇到政党轮替也没事而且政党为了要轮替，那个支票不是开了一个比一个还猛，对不对？侯友宜1500万什么不用投期款这个讲的我都想投他了那你看之前哪个执政党说这个政策是之前叉叉党做的决定，所以我现在一概否认不行，大家照我的规则，不会嘛，一直被雕嘛，所以至少是没有听说会这样子干的
啊，我会建议你我们都在做房子买房置产，就是跟着法规走然后诚实纳税，这样你的风险才会很低很低，你也才能够待在市场很久很久才能老了有房又有钱嘛。你不然呢快老了，结果出了什么事情，那个房跟钱直接都蒸发，我看你到时候要怎么办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聊了想先租人再自住，然后去用新青安贷款，这个合适吗？我先跟你分享了，如果你把使用新青安的房子拿去租人，那你只要被检举了，银行就会叫你把钱吐回去有人本来房贷是申请40年，然后直接就叫他剩下20年那根本就压力突然就变得非常巨大那不要购买超出能力范围内的房子。如果你觉得这间房子是你必须要硬吃，或是你必须要搞一些花招你才买得起，那你就不要买因为买房子这种过千万的事情，如果玩崩了这个一般人真的是救不回来。你的亲朋好友，你爸爸妈妈可能也没那么多钱可以把你救回来那我的建议是，就坚持按照法律的规定来买房子就好，不要搞一些有的没的就诚实纳税这才是降低风险、长期稳定资产的最佳策略。讲来讲去还是诚实纳税诚实纳税人家活得久最后我想问你，你还有听过什么奇怪的买房怪招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大家当闲聊就好，你不要真的去干那真的去看说那个买房阿元频道在教的，我靠。好了如果你想知道任何房地产的趋势记得关注加爱心，或是加入频道的会员我会分享更多给你。讲八卦这一题也是常常有观众就来问我呢，我现在是一律回答你要用新青安你就不要出租就对了，你就是不要这样干就对了新青安你办下来那政府就认为你是首购自住要使用的，你户籍也最好给它迁进去那你今天你要出租不是不能租你就是要有心理准备，你会遇到这些条件被收回去的情况。当然啦这个全台湾数万件在办新青安的这个数量，怎么可能每个人都乖乖自住？怎么可能嘛？最好是这数万件数十万件全部没有任何一件干干净净都不去租人，那可怜啊！至少我们在市场就听到他们投资客收人头嘛，对啊，收这些人头，他会叫人头去住怎么可能？他一定是拿去出租的对啊，所以就这样啦就是正在发生中那你觉得那个你就要租，然后你跟租客讲好说，你不要报税不要报补助，有的没的，这有可能吗？我跟你讲，租客都马跟你说好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租客一旦报税报补助，你是无法防御的他报就报了，不用你同意报就报了那问题在这里，你现在在住的社区应该有很多说不定就有很多那个投资客买来，然后就乱住，他当初也用新青安很多都已经是这样。我跟你讲这些房东的剧本长怎样长说来，第一步他用人头去买新青安第二步贷款办下来之后叫人头把户籍迁进去，第三步交屋以后就出租，然后叫租客不要办补助或报税第四步长期出租以后再把它拿出来卖第五步卖掉的时候他又用了人头的重购退税400万资格。你看怎样？这剧本怎么样？美不美？漂不漂亮？我跟你讲，超美超漂亮我是讲太清楚好，反正就这样可是你要记得啊，现在怎样？租客在报租金补助，你是无法防御的，你就会突然瞬间立刻马上变身成公益出租人，然后你户籍在里面你看看你到时候会变怎样你就新青安是首购自住用途，然后你又公益出租人这个现象不用国税局里面什么多年经验的税务官来查，这个一个普普通通阿萨布鲁在国税局上班的光头替代役，他看也知道这个屋主到底在搞什么，所以这太好查了，你知道这是查不查而已那一旦你被抓到了，新青安条件被收回来，这是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情虽然是零星的个案不是那种一报死一片死一整个县市了那也不是什么大家猜测都市传说一旦报了你条件被收回去，你还款压力突然变得很大，同时你也报掉了什么重购退税400万的资格。如果你还用人头，你看那个你要怎么跟人头摆平这个事情？然后新青安呢400万重购退税被用掉
你看看这个代价怎么样哦。然后因为你啊，或是你的人头就变成公益出租人，所以啊，买下一间房子的时候，自然就不会有新青安资格，因为你就有房嘛，哦，就整个就很这样得不偿失。这事情就变成怎样？就政府查不查而已啊，哦，就是真的是这样啊，哦，现在是没有什么大查特查的举动，所以让人觉得说，好像没事，他妈大家就来玩玩看这样。那我自己是非常不建议这样子做。你新青安你就真的买来自住就对了哦。其实市场上稍微有一点点哦，就这么一点点实力的人，都不适用新青安哦。为什么？因为他们早就买好房子了嘛。对啊，买好房子你就不能用啊，对啊。一个有房地产投资经验的人他不应该是拖到2024还有人进场，还在那边新青安哦。当然年龄是一个问题啊，太年轻人的确是来不及进场。那像我们这种年纪的，早就都有房地产嘛，那我们这种人真的都用不上新青啊，我也只能看啊，我也不能用啊我还是建议你要置产的话，你就真的走房地合一 2.0 这样乖乖去缴税，你就真实出租就没有差。租客想报补助，你就让他去报没差，你公益出租人就公益出租，那个税制都还好不要动各种歪脑筋去想要去钻那个法律的漏洞，因为政府真的是抓不抓而已这一旦开抓无法防御就直接被掉路灯。我跟你讲，况且新青安就算发动了，又怎样？也不过是一间低总价的房子，也没有多厉害啊。那个自产客或者囤房客就通常是直接无视，你知道，真正限制住自产客的是什么？也不是新青安是房地合一 2.0 跟第二波选择性信用管制这细节不讲总之我们都做房子啊，就是拼个稳健，不要在那边东想西想极限操作，我们人头来人头去就这样子才能长久，就这样子才能够怎样，老了有房也有钱我真的是这样想的跟你分享。台湾人有多爱买房子，我想不需要我来说明了最后我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给你了，因为太多人私讯问了，那干脆拍成影片。先说结论买房置产是为了老了有房也有钱，不是为了短期炒作现在短期炒作赚不到什么钱你不要搞错了。那置产就是来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你就做个好房东，一直出租合法报税我的心得第一个，不要爱上你要用来置产的房子，你是要自产不是要买来当传家宝的只要整洁干净好出租，整理到出租给人家问心无愧，这样就可以了。重点是好出租不是你喜欢好出租的房子比自己喜欢要重要太多了。第二点，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选你要出租的房子就你是要出租你不是要自己住所以什么高楼层啊有景观啊，其实这种条件是很好，但它没办法让你的租金多收1万块2万块租金租的是行情跟你房子的总价没什么关系那3房平车就是3房平车的租金行情，2房没车位就是2房没车位的租金行情。所以你打定主意你是要自产，那你更好的选择是你看中一个社区，那个社区里面的什么低楼层啊面中庭啊这种房子，因为同个社区高楼层同样的房型你跟它租金差不到3000块，可是你买的总价可以便宜个100万以上那投报自然会高人家很多嘛。自产就是选这个才比较合理。等一下你是不是想要反驳我？好，那你就去挑挑高楼层有景观，那总价比人家买超过贵100万，然后跟低楼层面中庭的包租公收其实差不多的租金都可以你爽就好。第三点，非常具有潜力的房子往往都很反直觉可是那个才是好东西。也就是说，好的自产物件就中古电梯大楼那个室内又脏又乱，漏水壁癌直接起来其实这种我们最喜欢了，反正总归都是要花钱整理的嘛不如屋主你就不要整理，你就卖我便宜，让我们自己整理就好了真的我们认为的好东西其实带你去看你都不敢买我们看到广告里面写什么全新整理，这个就兴趣就少了80%，这个要讲不完总之就是说，自产物件它其实都是反直觉的，它的卖相都不好就是因为它卖相不好，因为它烂，所以它总价才低，它总价低，投报才高那新手很容易不小心去买到那种贵松松的漂亮房子，变成说它有涨没错啦，可是它涨的空间也不大
哦，那老鸟大概都买好地段没整理的烂房子，什么屋龄20几年啦、然后漏水又闭癌就 OK 啊。哦，这个没办法训练啊，这是心魔哦，你只能够自己真枪实弹，我去练习几次，你就会懂了，就跟我当初一样哦。那像我们现在看到屋况不够烂，我会觉得很可惜哦。你要自产，你就是要总价低嘛。同一个社区里面总价低的房子啊，往往都是那没整理啊，条件不好啊，什么地落层、面中庭啊。哦，那自住客门一打开，他乱糟糟的，他就摇摇头不喜欢。可是自产客哦，杀杀价就买下来，再花几十万整理，整理到 IKEA 风哦，该换的都换，到整理到问心无愧，然后长期出租，其实它投报率更好哦。这个就是我说适合自产的房子哦，它乍看之下它都很反直觉。哦，以上我的赖最常被问就这3点哦，所以就第一个不要爱上你是要用来自产的房子，第二个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房子哦，第三个适合自产的房子它都很反直觉哦。最后我看好高雄啊，你看我影片那么久你也知道哦，高雄超棒，高雄不止台积电，未来的影片我也会陆陆续续介绍各项重大建设。自产高雄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超久了哦，那非常的尽心负责。那他们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哦，反正自产高雄，我就推荐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 哦，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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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 哦，请助理立刻丢几个适合自产的房子给你看，记得哦。炒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因为买房阿元，自产高雄，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